幕末长岗藩的家老河井纪之助，不仅是山本五十六的同乡前辈，更是他的精神偶像。山本五十六面对美国时那种在理性避战与决死作战间的矛盾与挣扎，正是70年前河井纪之助面对政府军时的镜像投射。河井纪之助不想让只有7万弹高的长岗藩无辜消耗在内战中，因此他主张武装独立，变卖家产，从外国军火商手中购入当时日本仅有的2门加特林机关枪和数千英制步枪，试图以强大武力作为谈判筹码，换取长岗的独立与和平。当政府军兵临城下，河井前往交涉谋求和平，可政府军的年轻指挥官岩村京一郎立功心切，不仅强硬拒绝长岗藩的中立，更是勒索巨额的贡金。河井在谈判后决绝地说道：“既然无法避免，那就战到底。”山本五十六曾留学哈佛，担任过驻美武官，他比任何军令部参谋都清楚，美国的工业能力是日本的10倍以上。他是海军中最坚定的避战派，极力反对与德意结盟，更反对与美国开战。当山本五十六被友人问及如果战争无法避免时该怎么办，他感叹道：“我也希望能阻止战争，但如果局势逼得我像河井先生一样无路可退，我也只能像他一样，为了职责燃烧到最后一刻。”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宿命，让2个不同时代、2个原本最不想打仗的指挥官被迫去指挥赢不了的战争。河井纪之助身先士卒，亲自操作加特林，以每分钟200发的射速重挫了政府军。北路总指挥石山直八在视察前线时也被长岗军狙杀。在长岗城陷落后，河井又亲率敢死队深夜穿越被视为天险的沼泽地巴丁冲，绕道敌后夺回了长岗城。这是戊辰战争中反政府军唯一一次夺还失土，也是河井生命中最耀眼的光芒。政府军援军赶到，以压倒性兵力反扑，长岗城在夺回4天后再次陷落，河井也在战斗中受伤，在撤退途中过世。河井纪之助不是胜利者，但是他展示了一种在绝望的洪流中依然试图用双手掌舵的高贵姿态，这就是长岗武士的灵魂，也是山本五十六在珍珠港攻击前心中所凝视的那个背景。山本五十六收起了避战的主张，转而策划了珍珠港偷袭。山本五十六在开战后多次在书信中自比为逆境中的长岗武士，与如同河井一样，在必死的战略棋局中试图用战术的奇迹来逆天改命。然而奇迹终究抵不过大势。1943年，山本的座驾被击落，他最终和河井一样，未能看到战争的终结，死在了异乡的丛林中。